东北已经开启猫冬模式了，在我们这里干半年休息半年，这是今年最后一次储存冬菜。今天带大家看看我们东北农村是怎么腌辣白菜的。作为全中国最能吃大白菜的地方，一年的消耗量，外省人看到了肯定会被惊呆。今年我家为了猫冬储存了几吨的大白菜，前几天腌了几百斤酸菜，还囤了几百斤的鲜白菜，菜园里还有这些白菜，腌完辣白菜就放地里不拔了，冬天吃冻白菜蘸酱。今天咱们又是让泡菜国羡慕的一天，听说泡菜国白菜都吃不起了，那里一颗大白菜都要100了，先把大白菜的叶子往下扒，都不要了。咱们有白菜就是任性，就要里面的芯儿。在我们东北农村，家家都会种几吨大白菜，咱们吃白菜从来不用花钱，将这扒下来的白菜叶子也不会浪费，咱家养了这些鸭子和大鹅，给它们吃就行了。这里是东北3省靠北边的黑龙江省，全中国冷的最早的地方，也是冬天最长的地方。现在才10月份，我家这里都已经零下好几度了，看看这水缸里都冻冰了。很多人嘲笑我们东北人天天吃白菜，大白菜对于我们东北人来说太重要了。像我家这里冬天零下30-40度，冬天吃点绿叶蔬菜也不太方便，大白菜好储存，冬天的时候放地窖里，盖上点棉被，别冻了就行。先把白菜切开，然后都倒进水缸里，看看这白菜长得多好，就用里面的芯儿腌的辣白菜最好吃。放水缸里洗一洗，然后捞出来控干水分，再把辣白菜每一层都均匀的涂上盐。这些白菜大概30多斤，我用了3袋盐，多放点盐没关系，这样容易杀水分，咸了再用水洗一下就好了。然后放到屋里，放到外面，这晚上都得冻上，用大石头压一个晚上。辣白菜好不好吃全靠料，这会儿来菜园摘点辣椒，咱们一会儿做腌料，把墙上这些大蒜和干辣椒串也拿上，还要用这些苹果和梨做调味。今年我专门买了个佐料机打小料，做辣白菜量大挺费时费力的，去年就剥大蒜就剥了好几小时，咱今年用这个剥蒜器，小打个10秒钟就自动去皮了。看看这蒜剥得挺完整还干净，这还有配套的陶瓷小碗，放上食料刀头，把蒜瓣放进去，几秒钟就打出这么细腻的蒜末。你看看辣白菜吃的时候挺好吃，做起来挺费劲的。再摘点干辣椒，换上干料刀头，再拿个小碗，还要打点辣椒末，这可是辣白菜的灵魂所在。这辣椒都是自己家菜园种的，正好用来腌辣白菜。又换了个小碗，打点姜末，你看这样多省事，既能打干料还能打食料。再准备苹果和梨，就用这个玻璃碗，3-5秒钟就能打到这么细腻。腌辣白菜越细腻越入味儿。最后把所有料都倒在一起，切点韭菜段，再放糯米糊，搅拌均匀，稍稍放点盐调下味儿。这么多料一会儿功夫就做完了，把料理机用清水这么一冲就干净了，收纳也方便不占地方。这白菜压了1个晚上，已经杀好水了，倒进水缸里，还得洗一洗盐分，不然太咸了，辣白菜腌出来不好吃。端屋里开始腌，把调料都倒进去，把每片叶子都涂上料，最后装进坛子里。大家不用争论辣白菜正不正宗，好吃的才是最正宗的。装了满满2坛子，就这样腌几天就能吃了。